在这个人人追求完美肌肤的时代，护肤已成生活日常。但你是否想过，一张小小的眼膜竟能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？200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、知名演员倪晨曦于今年6月底分享了一则令人震惊的个人经历。她在使用含珍珠提取物的眼膜后，突发眼部剧烈疼痛、视力模糊，甚至无法睁眼。这一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，众多网友惊呼：护肤变毁容，谁还敢用？据倪晨曦本人透露，她过去也曾使用过这款眼膜，且毫无不适反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同样的产品会在这一次造成如此严重的过敏反应？其实，这类延迟性过敏在医学中并不少见。当免疫系统对某种成分产生记忆，再次接触时可能激发出更强烈的防御反应，表现为炎症、红肿甚至疼痛。这或许正是倪晨曦经历的科学解释，但也无疑敲响了护肤安全的警钟。珍珠成分常被宣传为美白圣品，在无数护肤品牌中被广泛使用。但事实上，珍珠提取物中含有一定比例的钙、蛋白质及微量元素，这些物质虽然对多数人无害，却可能成为少部分人过敏反应的触发点。特别是眼部皮肤极薄、极为敏感，一旦出现不适，便可能迅速恶化。此次事件也让人重新审视这些天然成分的风险。倪晨曦表示，在敷完眼膜后约半小时，他便感到眼周干燥刺痛。但出于对用眼过度疲劳的判断，他选择了忽略这些症状。遗憾的是，正是这个决定，使他错过了及时处理的黄金时间。事实上，当身体发出哪怕最轻微的不适信号，我们都应警觉。眼睛不是小事，它往往预示着更深层的刺激或炎症正在酝酿。像是被强光照射，眼前模糊一片，睁不开眼。倪晨曦这样形容当晚的痛苦：他在半夜11点因眼部剧烈疼痛惊醒，发现双眼红肿严重。这一幕如同恐怖片中的惊吓场景，却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。对一名演员来说，面部与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。这样的经历不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，更是一种深深的精神打击。尽管事件对他造成了巨大影响，倪晨曦依然选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。他没有选择沉默，而是用自己的故事提醒更多人注意护肤品安全。这种坦率与勇气让无数粉丝为他点赞。一个公众人物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他人提供参考，实属难得，也体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。尽管护肤品外包装通常列有成分表，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微量成分都被完全披露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有些品牌会使用配方保密条款，将部分可能引发过敏的物质隐藏在模糊的术语中，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辨别，这也让使用安全变成一场赌博。倪晨曦的事件无疑让我们反思，我们真的知道涂在脸上的到底是什么吗？随着精致护肤理念的普及，眼膜几乎成了都市女性的必备品。不少人每天敷，甚至1天2次。但过度使用，尤其是在不清楚自身肤质的情况下，反而可能带来过犹不及的伤害。过度滋养反而堵塞毛孔，引发皮炎。倪晨曦的事件正说明，再好的产品也应适度使用，过度便是负担。眼部皮肤是全身最薄的位置之一，仅约面部其他部位的1/10厚度，而且缺乏皮脂腺，无法像其他区域那样自我保护。这也使得任何刺激性物质一旦接触眼周，反应便会加剧。而珍珠提取物、香精、防腐剂等成分，若未完全吸收或残留在皮肤上，更容易渗透进眼部组织，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。倪晨曦的遭遇并非个例。在他分享经历后，不少网友留言表示，自己也曾在使用眼膜或面膜时出现刺痛、红肿，甚至脱皮现象。一位网友写道，以前以为只是不适合，现在才意识到可能是轻度过敏。这些留言揭示了一个真相，护肤品过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，许多时候被误以为正常反应。
对护肤品的敏感反应往往具有个体差异，因此它用得好并不代表你也适合。专业皮肤科医生建议，在使用任何新产品前，应先在耳后或手臂内侧做敏感测试，至少24小时后无反应才可正式使用。尤其是眼部等高敏感区域，更应谨慎，而不是盲目追风或迷信明星代言。不少消费者误以为天然成分意味着绝对安全，实际上，许多天然物质本身也有刺激性或过敏性。例如茶树油、玫瑰精油、薰衣草提取物都曾被报告引发接触性皮炎，珍珠提取物也不例外。因此，天然并不是免死金牌，我们仍需理性看待其功效与风险。这场意外不仅影响了你晨曦的身体状态，更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。据他透露，那几天他几乎不敢照镜子，也不愿出门。公众人物的外貌压力原本就极大，这样的事件无疑给他造成极大心理创伤。而他选择公开分享，或许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。每一次护肤事故的背后，都涉及到厂商的责任。虽然品牌可能已合规备案，但在出现多起类似事件后，是否应该主动审查产品配方，追踪用户反馈，甚至公开测试数据？这不仅是对消费者负责，更是品牌长远发展的基石。倪晨曦的经历是一个警醒的契机。当护肤品造成伤害时，消费者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。如何证明伤害与产品有关？如何判定是产品问题还是个体体质？这成为维权路上最大的障碍。若缺乏完备的法律支持，类似事件便容易被悄悄处理，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赔偿。此次事件能引起广泛关注，离不开媒体与网友的热议。当公众舆论发力，才能迫使品牌正视问题，也能推动监管机构加快应对机制。我们每一次的发声，都是在为更安全的消费环境出力。倪晨曦愿意成为这个推动者，也正说明他的担当。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护肤的初衷？与其一味追求零毛孔、瓷娃娃，不如重视健康肌肤本身。建立科学护肤理念，了解自身肤质，选择合适产品，才是美丽的长久之道。同时，行业也应提高透明度，加强检测，真正把安全二字放在首位。18结语：美丽应当安全，为自己发声。倪晨曦的经历令人心疼，但她的勇敢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强大的自己。每一个消费者都应拥有知情权与安全权。愿这起事件成为改变的开始，而不是恐惧的终点。美丽不应冒险，美丽应该是安心的选择。双手合十的人，感谢大家阅读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曾有类似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让更多人受益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铃铛，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关于美妆、健康与明星的真实案例与深度解析。你的一次支持，就是我们坚持创作的动力。